大家好，欢迎回来杰米车库。今天杰米也是很激动啊，终于拿到了我们雷拉洛最新推出的全能终结者大脚车 Omi Terminator。那我们就看一下这辆车到底怎么样，来一起掀开它的面纱。那大家收到这款车的时候呢，除了这个车的本体，还有这张布，还有我刚才装这个抬头轮呢，里面还有一个 3S 2200毫安的一个电池。一堆附赠的贴纸，我已经贴了很多了。它这个黑色版本呢，没有什么参照图啊，大家就随心所欲，想怎么贴就怎么贴。我就是这样贴的啊，大家可以发挥自己想象力啊，自己贴一下。它有很多备用的贴纸，你之后不小心贴坏了，或者是想换贴纸，它是还有一些备用的，包括这个后尾灯啊。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更帅的一个贴纸，大家可以想贴哪儿贴哪儿。然后我们这里有很多印刷的一些这应该是个品质保证书啊。然后这是一个怎么装它抬头轮的一个介绍，还有怎么装轮胎的一个介绍。然后它是所有的升级件、金属升级件的一个介绍，估计后期会出很多这个车的金属升级，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进行相应的升级啊。然后就是一个非常全面、非常厚的一本说明书，多国语言版本。可以看这个雷拉洛这个产品是比较走向国际化的，它的包装啊，它的这些里面这些印刷品呢，都是很有国际范儿。然后这里还有一小包的配件，里面应该有一个回传线，一个高速齿轮，一些小工具和一些备用螺丝，还有这个差速器的密封圈，3S 的 USB 充电线。还有一个把你的电条改成中指，用来扩大电池仓的一个套件，还有多附送的这些扎带。然后就是我们这款Hot2C 的这个代工的一个6通道的枪控，可以单手控制，还是不错的。晚一点可以仔细讲一下。这个车呢，它长宽高是410乘288乘172毫米啊，它的轴距是251，所以它应该属于一个介于1:12到1:10之间这么一个车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给你对比一下它之前的一些之前的车的大小，大家有一个概念啊。这个是1:16的16车，然后这个是它的 AMD 12。大家可以看一下后轮对齐，大家可以看它的轴距其实是长一些的，整个体积也大一点。但是它虽然没有实车那么大，但它有的好处，小一点的话，那你携带也是更方便。但是更主要的问题是，它这辆车有没有弥补这两台车上之前的一些我认为的一些小遗憾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两款车都是基于一个电竞底盘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金属板金属底盘加上二楼板这么一个结构。它这个车就是操控没问题，玩起来也挺好的，但是飞坡什么的话，就这个上拉杆容易脱落比如说后面如果脱落容易丢沟骨，这样你进行暴力飞坡的时候呢，就会经常停下来去安这些东西，是怎么说没有那么暴力啊。那这台车是全新设计的。这些双叉臂和一些的所有的一些新的设计，都是为了大家能暴力飞坡来驾驶的这么一个状态啊。OK， 那我们仔细看一下这车的外观啊，前面有一个前防撞带 LED 灯，然后前面有一个贴纸，很漂亮啊。然后前面这里的轮胎用的是104毫米的一个橡胶胎，它这个手感是非常的扎实啊，里面的填充非常的饱满，然后这个胎纹也是比较独特的设计的一种全地形的轮胎。这个车灯的贴纸也是非常的漂亮，很仿真的感觉。然后这个侧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这些仿真的这种门把手的这个贴纸的设计。然后这个更有意思的是，它带了一个后视镜，这个感觉就很仿真的一个皮卡车的感觉啊。然后来到后面，我可以看到这个有个抬头轮，它是有3档可调节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给它调节不同的高度，达到不一样的效果。然后同样的，后面有一个防查条的设计。然后从上面看呢，我们可以看到上面也有这个防插条的一个设计，包括它的所有的 R 扣都是这种防丢的设计，也是挺不错的啊，前后都是。然后我们看这个下面，这个更是令人一个惊艳的一个设计啊，它这个用的是2.5毫米厚度的一个铝合金的底盘，上面进行了非常漂亮的这个刻画啊。然后在前面这个防撞的地方底下是进行一个保护，并且是有个金属垫片在螺丝下面增加它的强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所有的下摆臂并没有进行一个偷倾的一个设计，
这样的话它这个在下摆臂在进行冲击受力的时候不会产生形变，更多的形变，并且在另外一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个螺母固定的，是一个碳纤维的一个加强板，一个双层的一个加强的设计，让整个车更坚固、更耐用。然后我们同时也可以清晰的看到，所有臂马用的都是金属的臂马，在这边一点点绿。它这个整个车让我非常满意的一点，就是它这个避震的调校非常的好啊，阻尼感非常的好，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用力往下摔，用力往下摔它都可以很循序渐进的吸收这个震荡，然后有一个轻微的一个回弹，非常的好。OK， 那我们打开车壳看一下啊，打开4个卡扣，非常简单，然后往上一拿，我们看一下这个车壳，它是用了 1.2 毫米厚的一个 PC 车壳，整体是非常坚固的啊，感觉你不太怎么做加强，它应该不会怎么坏啊这个车壳。OK， 那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底盘的构造啊，我们从前往后看，它这个前防撞后面有一个这个吸收冲击的一个溃缩区，用的是一个几何形状的一个设计啊，不是普通的一个圆形，因为圆形那种很容易就变形然后断掉，它这个做到的是既有韧性，然后又有一定的支撑力，感觉很不错。它那个尼龙的配方感觉也是非常的好，然后全金属带脚牙避震的带脚牙这个避震器，上面还配了一个这个避震帽，这样的话就是怎么说在你翻车呀或者撞击的时候，它对这个顶会有一个保护作用，同时它对这个车壳的冲击力也会变小，不至于把你的车壳给顶坏。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一个7075 T6 的一个避震架，它的厚度是4毫米。然后一个细节的设计就是它这个车壳支柱，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是有可调角度这个底座的设计。这个就是什么？你发生翻车壳着地的时候，你的壳会发生变形。这样的话，它这个车壳柱也可以进行一个角度的变化，让这个接触面积始终是最大化和你的车壳中间。这样的话，保护你的车壳，防止它裂开或坏掉。它这个上摆臂很结实啊，应该可以承受很大的冲击力，也不至于变形。所以这个设定就是给你暴力飞坡暴力驾驶来设计的，跟之前的就不太一样。但是转向拉杆还是可以调toe in toe out 的。然后在这个上下摆臂中间呢，大家可以看到是有一个防倾杆的，前后都有这个防倾杆的设计啊。它这个车总共是用了3个差速器啊，前叉和后叉在这个比较容易坏的小散齿和差速大齿这里用到的是一个各缸的一个螺旋的一个齿轮设计，增加它的强度，减少少齿的几率。中央传动轴用的是一个碳钢，在这里有一个中央差速器，前后差速器放的是2万的油，中差放的是6万的油，然后这个减震器用的是500的油啊。我们仔细看一下它这个转向结构的构造啊，它这里用的是一个金属的连接在中间，然后这里有一个舵保，下面有一个调节环，然后它这个舵机是一个11公斤的一个非实车的标准舵机，是比较小一点的，但是它里面用的是7075的齿轮，它整体的强度还是够的。它这个现在这个舵机整个转向系统是虚位，非常的小啊。然后它厂家现在正在出一个套件如果以后大家想改这种实车的标准舵机也是可以实现的。然后再往上就是一个防溅水的一个接收盒，然后再往后看就是一个3650 2650 kV 的一个无刷马达，上面带着散热片，还有这个散热风扇都是有的。它的这个有滑座的设计，这样的话你可以方便你改变你的齿比可以达到你想要的速度。电源的开关在这里非常方便，你不用开车壳也可以进行一个非常容易的开关的一个动作。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边这个电条用到是一个60安的一个无刷电条，它这个应该是第3代的一个电条雷拉洛这个电条一般都是大家比喻是黑科技般的存在，它的低速线性非常的好，它现在这个爆发力又是非常的猛然后这个我们可以下地到时候测试一下，看看到底怎么样。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这个2楼板是一个碳纤维的材质，它除了2楼板，它还有前后的这个支撑在这边前后都有这么一个支撑，和它这个整个这个差速中差的这个设计形成一个3角区域，增加它整个车的一个强度。
然后我们仔细看一下后面啊，上面避震塔还是7075的T6的铝合金，然后减震这都没什么好说的了。它这个差速的设计呢是有一个快拆的一个方法，就是你把保险杠卸完之后呢，通过拆这2颗螺丝，可以把这个差速箱一半打开，这样的话更换差速器会比较的容易。然后其次我给你看到它这个后轮这里。传动用的是个 CVD 的结构，跟之前刚才说那2台车狗骨就不一样。这样的话，它是个碳钢材质，增加强度的同时呢，你这永远不会有丢拱骨的这个烦恼了。前后的下摆臂呢都有多个孔位可以进行选择调整你车的高度，包括它避震架上面也有3个口位进行你可以自己进行调整。OK， 那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原车附送的2200毫安的 3S 电池已经放上去了。它这个车可以放 2S 电池和 3S 电池都是没问题的。它现在这个小电池仓的这个尺寸是110×36×30。如果大家用那个套件，就是之前我给大家看的那个，把电条移到2楼板上方之后呢，这个电池仓可以扩成140×30×45，这样的话就大概可以放下那个它那个5000毫安那个电池这么个情况。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车通电的状态我们先把遥控器遥控器是可以支持5号电池4节，或者是用 2S 的锂电。我们先开遥控器，然后我们再开电源，然后对频就成功了。我们看一下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舵机的响应速度怎么样它这个舵机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加点压力，动起来也没有问题OK，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线性怎么样？我们轻轻勾扳机，还是可以的线性还是相当不错的然后之前也说过，这个车是有前后差速器和中差，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把一面压下去的话，这是前后差速器，然后中差我们可以看。OK， 这样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它更能适合各种地面的一个性能。过弯和你的机动性能都有大大的提升中差还是非常好的。它可以把你的动力根据路面的不同情况分到前面或者是后面，或者是左右两边。然后因为这个车的动力比较猛嘛，也不至于说你一抠油门就直接翻过去这个车是有这个自动翻转功能，比如说你车翻了的话，它车可以就像Traxxas 可以自动翻过来这个可以到外面我到时候试一下。然后据说这个车如果改成 4S 的话，可以原地空翻，那这个以后再研究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遥控器的功能这遥控器上面有这个你遥控器的电池的电量，然后下面这个应该是你这个电压回传的电量，因为线我没有接，所以现在没有显示。然后左右两边有2个通道这2个这个是管灯的，这个暂时是没有。然后这个是转向的行程，还有你油门的行程，油门的上下是油门的微调，然后左右是转向的微调。这个是混动的，大家就不要动了。然后这个正反转，这是开关。我们看一下这个灯开15通道。OK， 它现在是一个没有陀螺仪的状态。其实这个车有陀螺仪的功能，我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怎么打开这个功能OK， 我们看一下这个陀螺仪的开启方式我们把手按到这个第3通道，然后按下这个开关，这样就进入到了陀螺仪的一个设置菜单。用这2边的旋钮可以分别调节它的灵敏度和介入程度然后这个正反方向可以调节它修正的正反我们到时候可以试一下。然后这个是它的开关功能，这是我们开启这个功能。那我们就试一下，看看现在有没有脱离的效果OK， 现在真有了大家可以看到。但是现在这个方向是反的，我们车尾巴往这边摆的时候，它要往这边修，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它反过来，那这样就对了。然后至于这些灵敏度，我们可以根据地形路况，我们自己再进行调节，看一下。
OK，那这一期雷拉洛全能终结者这个大脚车的开箱视频就差不多到这里了。那下一期呢，我会出一系列的一些外测的视频，外拍视频。那感兴趣的小伙伴请持续关注啊！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想让我怎么测这台车，也可以给我留言啊，我也会考虑加入我的拍摄环节啊，飞坡啊，还是滑板场啊，还是拉灰啊，还是怎样啊？大家可以给我提建议。那好，那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